妻子出差1年后回来，怀中多了一个黑人婴儿。面对我的询问，他说是他在国外领养的。可是当有一次孩子生病，我才发现背后不堪的真相。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去机场接出差1年的妻子，我接过她手中的行李的时候，却傻眼了。她的怀中多了一个婴儿，而且还是一个黑人。我一脸狐疑地看着妻子，我指着她怀中的孩子，不禁问道：“这是？”面对我的询问，妻子却只是淡然一笑：“这是我在国外工作时候捡到的弃婴，我看他可怜，就想着把他领养回来了。”他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颇有几分先斩后奏的意味。当即我就不自觉拉下脸来。当初我和妻子说好，等他1年工作回来，他就好好在家备孕，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可是如今他却没有和我商量，就带回来一个陌生孩子。虽说他是做了好事，但是我心中还是有些不爽。又不是养什么阿猫阿狗，领养孩子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没打算和我商量一下吗？此刻李萌才像是发现我不高兴一般，她赶忙开口就给我道歉：“对不起老公，是我当时看孩子太可怜了，我也没想那么多。”面对他带回来的这个巨大的惊喜，我一时难以释怀。见我没有消气，李萌突然发狠地说道：“要是你不喜欢，我找个地方把他丢了就是了，等他自生自灭吧。”说着，他就抱着那个孩子就朝着远处的垃圾桶走去，颇有一副要立马就把这个孩子丢弃的意思。不得不说，李萌这一招确实高明。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自然知道我没有这么狠心，所以才故意说这话来激我。最终我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们先回家，这事晚点再说吧。一回到家，面对我特地准备的烛光晚餐，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老婆，要是不趁热，牛排都凉了。面对我的催促，他却显得有些不耐烦。要吃你就先吃吧，孩子还没吃，我还得给他冲奶粉。并不是说我冷血，而是看着戚李萌为了这个捡来的孩子忽略了我，我不自觉地有些心寒。今天煎的牛排是我特地在半年前就学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今天给他一个惊喜。面对他的忽视，我不禁暗暗压着一股怒火，我手中的刀叉不停撞击着盘子，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声音，从而来表达我的不满。林涛，你是不是有病？面对李萌突然的发火，我诧异地转过头去，因为这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他第一次对我发火。只见李萌怀中抱着已经熟睡的婴儿，满腔怒火地看向我：“没看到孩子已经睡了吗？你不知道安静一点吗？”面对妻子与1年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再也压制不住怒火，我当即就将刀叉一摔，愤然地起身摔门离去。直到过了很久，他才给我发来道歉的短信：“对不起老公，我可能刚回来，有各种事情要忙，心情上有些烦躁。”看着他的短信，我不禁冷笑一声，只怕他是因为把那个孩子哄睡着后才有空来理我吧。也不是说我吃那个孩子的醋，只是我有些不明白，我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难道在他眼里，我还不如一个他领养来的婴儿重要？见我迟迟没有回家，也没有回信，李萌又给我打来了电话。看着接二连三打进来的电话，我最终还是心软了下来。毕竟已经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我收拾好情绪回到家中，然而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却发现妻子更加奇怪了。自从她出差的1年来，那方面的需求我都是靠自己手动解决。现在看着这个躺在自己怀中的梦寐以求的人，我自然有些把持不住。我的手不安分地朝着他身下摸去，
可是李萌却一把将我的手抓住：“老公，今天我累了，咱们改天再做吧。”听完他的话，我是觉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他刚回来，还是应该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可是隐隐约约之间，我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在妻子出差前的那2年，我们常常如胶似漆，基本每周都会有4到5次的那样生活，而且基本每一次都是他主动。可是如今才1年的时间，他对我的变化就这么大了吗？是他真累着了，还是说他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我止不住的胡思乱想，可是越想就越烦躁。我于是悄悄起身下床，洗了个冷水澡，才让自己冷静几分。我原本以为是自己胡思乱想，可是接下来的几天，我却越发觉得李萌有些古怪。首先，我总感觉他对这个孩子实在有些太好了，仿佛就像是他亲生的一样。李萌给这个孩子从吃穿用各个方面都是用的进口的牌子，其实有很多东西就用国产的，就便宜又好用。可是李萌却怒斥我没有良心，而且除了白天他对孩子各种悉心照料之外，他每天半夜都要定好闹钟，半夜在孩子饿醒之前，他就会起床喂一次奶。在种种异常的情况之下，我对他的怀疑愈发加深。这天，我们躺在床上，面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李萌终于答应了我那方面的请求。可是以往每次都欲仙欲死的他，这一次却像是在假意迎合我一般。要知道，在尺寸方面，我还是颇有自信的。1年前每一次，我都能够让他欲仙欲死，欲罢不能。可是今天，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是在为了配合我演戏，并不是说因为那个孩子的原因我才对此疑神疑鬼的，而是毕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的一些反应究竟是本能还是演戏，我自然能够分清。还不到10分钟，李萌就说他累了，但是男人只要一开始，一般不到结束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于是我想着强行做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孩子就被饿醒了，他哭闹的声音瞬间响遍整个房间，尖锐而刺耳。李萌更是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他一把就将我推开，然后就给孩子喂起了奶。我重重叹了口气，觉得实在是没意思，于是就去洗澡，让自己冷静下来。当我洗完澡出来，李萌已经哄完孩子睡下了。他看着我，突然说道：“老公，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看着李萌的表情，我就知道没有好事。还没等我开口，李萌就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老公，我们还是分房睡吧。”分房睡？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他却朝我赔了个笑脸。主要是你白天还要工作，我怕孩子常常都会在夜里吵，这样很影响你的休息，所以我们还是分房睡一段时间吧。等孩子大一点了，我们再……你是说你都是为了我好？不知道李萌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我话里的意思。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对一个人的失望，往往不是一瞬间就形成的，而是在一件件事情当中积攒起来的。当他提出要分房睡的时候，我心中的猜忌就更大了。行，你要分房睡是吧？那就分房睡吧。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去了另一个房间。曾经甜蜜的家，越来越没有家的味道。我每每看到李萌满脸笑意地逗着怀中的孩子，我就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恶心。最后，我索性就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到工作上。以前领导为了提拔我，安排我重要的出差，我都为了能多在家陪陪李萌，所以选择了拒绝。但是今年，对于领导安排的工作，我统统都接了下来。在听到我要出差的消息，李萌脸上虽然看上去并没有明显的情绪变化，
但是我还是隐隐约约察觉到他那丝按耐不住的高兴。我不禁在心中冷笑一声：“你就高兴吧，等老子抓到你出轨的证据，就让你净身出户。”在我出发这天，李萌装作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老公，你忙完工作就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路上注意安全。”我为了不让他察觉出异样，还是强忍着恶心，陪他演完恩爱的戏码。这一次出差本来是3天，我却告诉李萌我要出差5天，我就想打他个措手不及。等我到时候突然回来，一定要当面撕开他那伪善的面目。好不容易熬过3天，在结束工作之后，我连夜就赶回了家。我才到家门口，就听见家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我轻手轻脚地开了门，一进门，我就听见声音是从李萌的房间传出的。作为她的丈夫，我十分了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这种声音的。一想到自己被这个贱货戴了绿帽子，一股怒火直冲我的天灵盖。我不受控制的一把抄起厨房的菜刀，朝着李萌的卧室走去。只见他卧室的房门虚掩着，随着我将房门推开，李萌的贴身衣物被随意丢在地上，一股强烈的荷尔蒙味道就直冲我的鼻腔。李萌香背流着汗，上下剧烈起伏着，那是以前他最喜欢的姿势。当我向他身下看去，我忍不住就吐了出来。李萌，你他妈在干什么？李萌被我吓得浑身一哆嗦，他扭头惊恐地看着我，面色潮红而羞愧。他赶忙扯起床单遮住自己的身子，可是刚刚弄得他欲仙欲死的玩具掉下床来。只见那玩具又黑又粗又长，上面还沾满了李萌的透明液体。我在感觉到震惊的同时，又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恶心。而此时，我对他之前在床上表现出的冷淡行为也能够理解了。毕竟在尝试过这么大的尺寸之后，只怕……老公，你不是说出差5天吗？怎么提前回来了？他一边转移我的注意，一边就赶忙将衣服穿上。李萌穿好衣服就下床来，他走到我跟前，就想要将他那个巨大的玩具捡起来。我直接一巴掌就朝他扇了过去。你他妈和我分房睡，就是为了偷偷玩你的这个玩具吗？虽然说李萌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在外面偷人，但是他这样的做法我还是无法忍受。然而穿好衣服之后的李萌早已经没有了刚刚的羞愧，他捂着被我扇红的脸站起身来。林涛，你他妈是不是有病？我只是解决我正常的生理需求，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如果其他男同胞在听到自己老婆或者女朋友在自己面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我被羞辱了，我被李萌狠狠羞辱了。李萌，要是我没有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爱怎么用你的玩具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回来了，你一边拒绝着我，一边又偷偷用着你的玩具，那你是几个意思？是不是觉得老子满足不了你？还是说相比起我来，你更喜欢你捡来的这个孩子，还有地上的玩具，是不是？面对我的怒火，李萌一时间陷入了沉默。要是真是这样，这日子不用过了。一听到我有想离婚想法的李萌，却瞬间就红了眼眶。林涛，你现在是想和我离婚了是吗？是，我受不了你，就是想要和你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李萌竟然会倒打一耙。你是不是在我出差的时候偷偷和其他女人好上了？是不是？是不是？看着李萌这副模样我就来气，为了气他，我索性就顺着他的话说，老子就是有了其他女人，你想怎样？我这样一说，李萌瞬间就更加来劲儿了。我就知道，说着他就像是发了疯一样上前来与我缠打在一起。
在和他纠缠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将桌上的花瓶打碎，然后就想起那个孩子凄惨的哭声。李萌瞬间没了和我纠缠的心思，他刚将哭闹的孩子抱起，结果才发现刚刚溅起的花瓶碎片在他身上割了一个口子，此刻伤口还在不停往外冒血。李萌被吓坏了，他一脸慌张地扯住我的衣袖，快送我们去医院。我也没有想到误伤到这个孩子，我担心怕闹出人命，于是赶忙就带着俩人火速前往医院。在医院里，看着医生丢掉的止血棉，我陷入了沉思。于是我趁着众人不注意，就悄悄捡了一团有着那个孩子血液的棉花。我当即就托朋友的关系，帮我把这棉花上的血和李萌的头发一起送去化验了。在医生处理好那个孩子的伤口后，他仍旧在抽泣着。一旁的李萌满眼心疼，见我重新回到病房，李萌也是第一时间就指责起我来：林涛，你怎么这么狠心？这么小的孩子，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面对李萌的指责，我只觉得一阵莫名其妙。你没看见是意外吗？你还想把责任怪到我的头上？我告诉你，要是当初你不捡这个孩子回来，还会有现在这些破事吗？你看你担心的这副模样，老子都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你偷偷在外面和别的狗男人一起生的野种。李萌忽然神色一僵，下一秒他就朝我扑了上来。林涛，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你欺负这个孩子就罢了，你现在还造起了我的黄谣。他气急败坏地冲着我歇斯底里地咆哮道：到底是谁偷了人？难道在外面偷人的不是你吗？在一顿疯狂输出之后，他又忽然簌簌流泪。林涛，我要告诉我爸妈，你欺负我。2天之后，孩子出院，李萌也是说到做到，他将他爸妈和我爸妈一起叫到家里来，专门开我的批斗大会。李萌爸妈一上来就对我发难，那副刻薄的嘴脸和李萌如出一辙。林涛啊，你还记得当初结婚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们的吗？你可是答应过我们绝对不会让我家女儿受半点委屈的。我怕你早就忘了吧？领养孩子本来就是善事一件，你没有鼓励他就算了，你竟然还拿着这件事来污蔑我家女儿，你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他爸妈一脸失望，仿佛真是我的错一般。他宁愿捡一个孩子，都不想要生一个属于我们2个人的孩子。他几个意思呢？面对我一针指出问题所在，他们一家3口的表情开始变得怪异起来，而我父母同样也是一脸不高兴。是啊，在这件事上，萌萌你必须要给我们应该说法才行。此刻李萌却耍起无赖来，他一边哭诉，然后一边反驳道：林涛，我根本就没有说过不想给你生小孩的想法。我冷冷地看向他，那你又是捡小孩，又是分房睡，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真把老子当傻子啊！眼见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李萌哭得更凶了，他父母在一旁也更加来劲儿。林涛，你竟然还当着我们面欺负我们女儿！看着这一家人一唱一和的样子，我觉得着实有些可笑。李萌，今天你要是不表个态，把话说清楚，这日子就不用过了。一听这话，李萌银牙一咬：林涛，你不就是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的吗？他上前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拽，走，今天我们就去做亲子鉴定，让你看看是不是我的孩子。我冷笑一声，他还想用这招来激我不会去做检验，我直接当即表示不用做了。这下李萌更加来劲儿了，不行，今天必须做。我一把将他的手甩开，我是说我已经替你做了啊！李萌不可置信地张大嘴巴，眼神中全是惶恐。怎么这样又省时又省力？你为什么看着反倒还不大高兴呢？
李萌还以为我说的话是在诈他，他忐忑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做的？”我云淡风轻地说道：“就是上一次他受伤，我就拿着他的血和你的头发做的喽。”这下李萌彻底慌了，他一边捶打，一边指责着我：“林涛，你还是不是人了？你竟然瞒着我偷偷去做了鉴定，结婚这么多年，你真的有信任过我吗？身正不怕影子斜，既然你说那个孩子不是你的，你慌什么呢？”说着，我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送检测报告的人应该快到了。我转身开了门，从快递员手中接过那份检查报告。这下李萌再也坐不住，他冲上前来就想要抢我手中的报告，我直接一把将他重重推倒在地。“你想要干什么？做贼心虚吗？你还真以为我不会做报告吗？”李萌也是黔驴技穷，他只能瘫坐在地上撒泼打滚。李萌的父母还想上前来替他打抱不平。“林涛，你闭嘴！”我将那份报告抽出，看都没看一眼就丢到他们面前。“看看你女儿做的善事。”其实不用看，我就从李萌刚刚的情绪反应当中猜到了结果。李萌的父母颤颤巍巍打开那份报告，他们脸上的表情由刚刚的愤怒转变为了羞愧。他们将那份报告递到李萌的面前。“萌萌，这是真的吗？”此刻的李萌早已没了刚才的嚣张，他十分羞愧地低下了头。“说话呀，哑巴了吗？”李萌的爸爸厉声喝道。李萌抬起头来，眼神里尽是委屈。还没等我做出任何反应，他爸反倒是率先一巴掌就抽了过去。“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你不要脸，我和你妈还要脸呢！”此刻他们看向李萌和那个孩子的眼神完全只有厌恶。我缓缓走上前去，将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丢到他面前。“你能做出这种事？把字签了，带上你的所有东西，从这个家滚出去！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李萌一把将眼前的离婚协议书撕碎，他将我裤腿扯住，泪流满面地抬起头看着我：“老公，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我没想到李萌他妈妈竟然还会帮他说话。“是啊，林涛，你就原谅他一次吧。不管怎么说，你们都这么多年的感情了，他也只是犯了无心之过呀。”我斜着眼盯着他，亏你也知道他和我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这些年来，我有亏待过他，有亏待过你们家里的任何人吗？结果我才刚刚说完，李萌他爸就一巴掌朝着李萌他妈扇了过去。这一巴掌彻底把她扇懵了，她不可置信地看向她丈夫：“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老子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账玩意儿！你们娘俩都该被打！”我看着老丈人那气愤的侧脸，其实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男同胞，或多或少都能够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在他看来，这不仅仅只是他女儿出轨这么简单。如果说李萌出轨的只是一个国内的人，他可能只会觉得他是丢了自己的脸。可是偏偏就在于李萌竟然背着我们和一个黑人上床，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样的性质在他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把他李家祖祖辈辈的脸全部都给丢尽了。正在老丈人准备继续动手教训这对母女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还在疑惑会是谁时，将门一开，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一个比煤炭还黑的男人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就醒悟过来，这个应该就是李萌的情人，也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亲爱的，果不其然，李萌一看到这个黑人，嗖的一下窜起身来，一下就扑进那个男人的怀中。两人竟然毫不顾忌还有我们这么几个人在场，竟然忘我的热情相吻起来。老丈人在身后拳头握得咔咔作响。李萌，你还不给老子过来！
你还想把我们祖宗的脸彻底丢尽才肯罢休吗？说着，他就上前去想要把李蒙一把扯回来，但是这个黑人的出现似乎给了他不小的勇气，他直接一把就把他亲爹给推开了。老丈人被气得面色通红，他直接就吼道：“李蒙，你他妈眼里还有我这个爸，还有这个家吗？”谁知道李蒙竟然不要脸地说道：“谁都不能阻挡我的爱情。”爱情。听到从他口中说出这2个字，我觉得既可笑又恶心。李蒙，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呀！再看向老丈人，我觉得他随时都可能气死过去。他再次上前，一把狠狠拉住李蒙。要是李蒙再脆弱一些，说不定他的肩膀都要被扯断。亲爱的，救我！听见李蒙的求救，在一旁的黑人立马就挺身而出，他重重一推，就将老丈人推倒在地。此刻我无疑已经与老丈人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你们想要干什么？黑人满脸笑意地看向时间。亲爱的，这个就是你那无能的老公。李蒙依偎在他怀里，重重地点了点头。黑人双眼微眯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挑衅。我家亲爱的在尝过我的宠爱之后，只不是对你完全没有了兴趣啊，这完全就是在挑衅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这时候，我和老丈人一起冲上前去。虽然这个黑人体格比我俩大一些，但是我俩的围攻下，最后他被打得连连求饶。你这种偷人的野狗，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李蒙忽然上前来，将我们2人推开。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我就报警了。这个时候，我俩才停下手来。我冷眼看着那个黑人，赶紧从我家滚出去，不然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黑人却满脸不服气，李蒙一把就将他拉起。亲爱的，我们走。我们不和这种野蛮人计较。老丈人却厉声将李蒙喝住。你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门，老子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从今以后，你也别回我们家。李蒙却一把将婴儿抱起。我才不稀罕。他留下这一句话，就拉着那个黑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老丈人直接被当场气进医院。我出于之前的感情，还是在医院照料了他一段时间。他一醒来，就哭着拉着我的手向我道歉：“我们老李家对不起你，养出这么个不要脸的玩意儿。”我叹了口气：“算了吧，都过去了，以后肯定有的他后悔的。”没想到才过去不到2周的时间，李蒙就满脸是伤的抱着孩子找上门来：“老公，我被骗了。”我冷眼看着他，没有搭话。他就是一个大骗子。我冷笑一声：“你不是说他是你的爱情吗？他怎么可能会骗你呢？”李蒙一边抽泣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完了整件事情打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个男人是一名潜逃在外的诈骗犯。之前他接近李蒙，就是为了让他离婚和我分家产。他让李蒙生完孩子之后，假借着领养之名，想要把孩子过继到我的名下，好以此从我这儿多分得一部分家产。可是他最终没有想到孩子的事情会暴露，最后终究是功亏一篑。他带着李蒙回家之后，越想越气，每天都家暴他，最后那个孩子也被活活饿死。就在昨天，警察终于注意到了这个诈骗犯，并将他绳之以法。李蒙这才获救。老公，我爸不要我了，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们复婚好不好？对了，你不是要孩子吗？我给你生孩子，生一个我们的孩子。当时他离开的时候有多么潇洒决绝，如今他就有多狼狈。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吗？你说你不稀罕，像你这种人，活该你爸和你断绝关系。你竟然还有脸回来和我复婚，快滚，滚得越远越好。一想到你和那个黑人上过床，我就只觉得恶心。眼见我态度如此决绝，
李萌竟然跪在门前，不停磕头，祈求我的原谅，直到他磕到额头血肉模糊，我的内心也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李萌，你记住，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说完，我就重重将门关上了。1周之后，李萌出轨黑人的事件，不知道是被哪个记者挖了出来，李萌瞬间登上热搜，网上一片骂声。因为这事，他被他原先的公司辞退，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要他。他走在街上都被人们指指点点，最后他羞愧自杀了。他爸嫌丢人，连葬礼都没有给他举办，就匆匆埋了。正如我最后向他说的那句一样，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仅仅只是半个月后，我就彻底忘记了有关他的事，然后开始寻找自己新的幸福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